弟兄姊妹平安。這幾天世界上最大的熱点就是日本的大選了。為什麼叫日本是大選呢？其實是他們的選的國會，這個高市早苗把國會解散了，重新選舉。為什麼叫大選呢？其實這個國會選舉就等於是選首相，因為他們的憲政體制是國會當中的席位最多的这個黨派，他的这個黨魁自動的就成為首相。所以說呢，雖然是選國會議員，但實際上就等於是選首相了。像他這種體制的呢，像英國呀、加拿大都是這種體制的，和台灣不一樣。那台灣呢是總統和這個議會是分開的。那每一種體制呢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這個高市早苗他剛剛做首相3個月，他就把國會解散了。這是日本的他一個特殊的一個憲政的体制，就是說首相有權隨時解散國会，他認為是时候他就可以解散。那解散呢就重新選舉，這個重新選舉呢就有2種可能，一個是他的政党繼續是佔多數，也有一種可能呢就是他的政党失敗了，他們这個政党没有得到这個最多席位，那他呢就面臨着下台。所以呢这是一個很大風險的一個事情。所以說高市他是一個豪賭。那高市為什麼他要做這個賭博呢？其實呢就是他不想被這個國會束縛，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理去執政。那這個呢就是高市他的個性，我覺得這是很可貴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不惜冒險犧牲自己的這個首相的這個職位，有可能的。那現在呢我們看台灣就是這樣子，賴清德雖然是總統，但是呢處處被這個國會所制約，很多的政策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執行，被國會否定了就做不下去。那高市他不願意像賴清德這樣被國會制約，所以呢他乾脆解散。我就賭一下，如果我勝了，那我就可以大刀闊斧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失敗了，那我就下台。因為高市他的勇氣給日本呢帶來了一次復興的機會。我們看到高市他這樣一個勇氣和膽識，也為他點讚。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覺得這些世界的政治，這些的領導人的變更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我们不需要老是關注這些東西。其實呢我們只要活在世界上，世界上的這些的大的事情跟我們都有關係的。在這個世界上有2種權勢，一個是敬畏神的屬神的堅持真理的，另外一個呢就是屬於撒旦的這種抵擋神的這種權勢。那一直就是撒旦的權勢和神的國度這種競爭，這種爭鬥始終都沒有停息過的。所以呢我們基督徒不可以置身事外的。這也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這個話題的一個原因。我們需要做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其實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禱告，因為神掌管這個世界，神做事情也和我們有關係，我們的禱告神是聽的。那這個結果呢大家都知道了，是這個可以說出人預料，人們能夠有一點判斷，但是以這樣大的優勢，可以說絕對的壓倒性的優勢，是一個創紀錄的一個大勝完勝。不光是他的這個自民黨過半了，而且呢自民黨單獨已經佔了2/3的議席。這樣大的優勢呢就為高市今後他的執政掃清了一切的障礙。而那些反美親共派呢可以說一敗塗地，當中幾個親共分子多年的這些議員，這次呢都連議員都沒有選上。那我相信這些呢也都是神的手，神的旨意，神要改变東亞的格局，甚至呢這種改變直接影響整個世界的格局。因為日本它是一個經濟大國，一直呢它的影響力就很小很微小。因為呢它的軍力，雖然它的軍隊是這個素質是很高的，技術很強，但是呢因為它的憲法的制約，人數很少。另外呢就是它的因為憲法的限制，它參與世界的這些的活動就受到很大的制約。
我們看這次高市他的大勝，人們都知道有3個助選，一個呢是川普，一個是習近平，還有一個呢就是台積電。那川普這次呢，可以說罕見的公開為高市站台，很少看見世界上的这些的大國的領袖公開的來支持另外一個國家的這個選舉。那這個就是川普他的個性，也是他的風格。我個人是很喜歡的，就是不要藏着掖着，別人愛說啥就說啥，我喜歡誰，我支持誰，我就公開的表明。那習近平的神助攻呢，是通過各種的途徑施加壓力，這種壓力呢適得其反，起到了一個反效果，就是激發日本的民眾這種反抗的這種熱情。那這次呢再次驗證了習近平挺誰誰死，反誰誰就得勝。那另外一個助攻呢，就是台積電的董事長叫魏哲家，他在選舉前2-3天來到日本。那很明顯，魏哲家這個時候來日本就是來助選高市的。他來第一件事就是見高市，並且呢當面溝通台積電在日本的投資計劃。他宣布台積電在熊本2廠要提高這個產品的這個檔次，他要生產台積電現在目前最高階的最高檔的這個產品，就是3納米的產品。這意味着台積電將要在日本首次生產國際最先進的最高級的這種芯片。這種芯片呢，就是用於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高科技的領域，那對日本的技術也是一個有力的提升。所以說呢，這個意義非常的重大。另外呢，因為這個改變也會追加他們的投資，同時呢也會增加日本的他們的这些的就業。这件事情呢，對日本來說，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好消息。那也讓日本民眾看見這些的國際上的這些重要的人物公司，他們對高市的接納。那說到台灣呢，我們也看到最近的台灣的這些的狀況，台灣發生這些事情也是讓人很擔憂，甚至讓人很難過。就是這些的國民黨和這個民眾黨，他們呢聯合起來掣肘這個賴清德總統，幾乎否定了所有賴清德提出的一些的政策，可以說讓台灣陷入很尷尬的這種狀況，就是很多的政策都無法實施。賴清德等於是一個掛名的總統了，他的任何事情都被阻攔。可以想象賴清德這個總統當的是很窩囊。那麼當然了，賴清德他也不可能像高市那樣解散國會，他在台灣沒有這樣的制度，而且即使有賴清德，我相信他也不敢做這個決定，因為他知道在台灣現在的民情，因為現在在台灣不比在日本，他的這個支持率並不高，不像日本高市所在的這個自民黨這麼高的支持率。所以說賴清德如果他現在解散國會，他也不可能得到像高市這樣高的支持率。那台灣現在之所以這種狀況，和中共的長期的滲透是有密切關係的。可以說很多事情呢讓人不可思議。這些在台灣出生、在台灣長大的這些的台灣人，他們反而去喜歡共產黨，實在是令人費解。而且我們也看到台灣的這些的民眾非常的糊塗，他們已經失去了起碼的理性的判斷，到底誰真正是對台灣好。受這些的左媒、這些共產黨所滲透的這些媒體的誘惑、欺騙，非常的可惜。所以說台灣的百姓需要清醒一下，到底誰是真正的愛你們？你們難道沒有看到香港嗎？看到黎智英這樣一個有正義感的、願意說實話的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結局。那如果台灣將來真的被大陸佔領了，那就是第二個香港嘛，非常的清楚。難道你們願意活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嗎？而且現在美國可以說不遺餘力的來支持台灣，現在幫助他們在做這個洪都拉斯的工作，希望洪都拉斯能夠改弦更張，能夠恢復和台灣建交。那這個對他們
在國際上的這種生存空間還是有很大幫助的。希望這些台灣人他們不要再糊塗了，要看清楚形勢。美國願意幫助他們，願意賣給他們武器，他們呢卻不願花錢，在這個軍售案上都攔阻，實在是太不明智了。我可以說一句話，這些人，這些國民黨，這些馬英九啊，這什麼新上來這個女的叫什麼鄭麗文，其實就是賣國賊，就是漢奸。那接下來高市早苗，他的可以說前途一片光明，他可以大刀闊斧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進行施政，但是呢，他最大的愿望如果能夠實施，最終還是要走修憲這條路。那日本的修憲會帶來多麼大的改變呢？這個我們可能想象不到。現在日本的憲法是1947年一直到現在將近80年都沒有改過，所以說日本的憲法是最穩定的憲法。中國的憲法6、7年就改一次，這個習近平想改就改，是吧？但是日本呢，這個憲法可沒那麼容易。原來日本這個憲法當中很多的條款都是因為二戰結束以後，因為他們是戰敗國，所以把很多的戰敗國裡邊的這些的對他們的制約都放在了憲法裡邊，這就變成了他們現在的一個束縛。他們長期是非常的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非常的微弱的，雖然他經濟上很強，技術上也很強，但是呢沒有影響力，就是因為這個憲法制約着他們。這個日本憲法當中的這個第9條呢，就是規定了他們是要放棄戰爭權，不擁有戰爭的力量，不承認交戰權，也就是說他們只能被動的防禦，不可以有戰爭行為。雖然他們現在有實質性的這個軍事力量，就是自衛隊，但是呢其實沒有正規的軍隊。作為一個主權的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這個憲法這一條呢就剝奪了他們擁有軍队的權利。可以說現在日本不是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完全依賴着美國和日本的這種美日聯防條約，有美國的保護。但是這個呢不是一個長久之計，是吧？現在美國強大，那萬一將來某一天美國没有這麼強了呢，失去這個保護，那你自己又保護不了自己，所以陷入一種非常艱難的這種環境。所以說这個憲法本身就是一個應該是暫時性的，現在已經過去了80年，是吧？這個已經不適合當前的這種國際形勢了。但是呢，日本的憲法它的修改呢，這個程序非常的難，門檻呢相當的高，所以說修憲勢在必行，雖然難，但是呢還是要必須的推進。這是高市他之所以要解散國會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目的。那修憲會帶來的變化就是日本的軍隊要合法化，軍隊變成國家的正規軍，而且呢它的軍隊的這個規模肯定要大幅度提升。那相應的呢，軍隊的戰鬥力，這個武器肯定要檔次要提高，可能要建造自己的航母，和美國之間呢这種聯盟更加的深度的綁定，在軍費上、戰略部署上、武器發展上要全面的升級，尤其是針對海空的這種導彈防禦體系一定要完善。可以理解，這個日本的修憲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中共，因為日本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它屬於第一島鏈的核心，控制着很多的關鍵的這個海峽。一旦日本軍事正常化，那中共海軍向太平洋的戰略擴充就受到極大的制約。而且呢，一旦台海有事，就像高市講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必然捲入。那現在日本的軍隊只有10-20萬，那如果將來他的軍隊有了50-60萬甚至上百萬，對中共的這種威脅那就可想而知。所以說中共對日本的修憲是最害怕的。所以說日本如果修憲，他的軍隊正規化以後，那中共在亞洲的這種軍事優勢將蕩然無存。本來日本的軍隊它的優勢就在於技術，欠缺的就是它的正規化、它的名分和人數。
一旦日本軍隊正規化，而且呢，一旦它被擴軍以後，那这個此消彼長和中共的這種軍事的力量的對比，明顯馬上就改變了。而且日本強大了，會減弱美國在亞洲的負擔。那中共一直在宣揚日本不能夠修憲，因為呢它是戰敗國，是軍國主義，不可以讓軍國主義復燃。但是我們看過往的這個70、80年的歷史，日本這80年來從來沒有發動戰爭，而中共呢是黨指揮槍，個人集權，持續的軍事擴張，在周邊呢到處樹敵，到處打仗，跟印度、跟越南、跟菲律賓是吧？我們看這個一直是爭端不斷，到底誰是軍國主義呢？東亞的格局、世界的格局和日本的修憲是息息相關的，這也是川普他們非常重視的一件事。但是呢，我們千萬不要太樂觀，因為在日本修憲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事情，門檻非常高的一件事。可以說為什麼70、80年都從來沒有修憲過，就是这個門檻太高了，很難。那我們知道在日本呢，這個眾議院的權力是很大的，一般的法律只要众議院通過，即使參議院不同意，沒有通過，如果眾議院達到2/3同意，那這個法律呢就可以強行通過。這也就是這次高市早苗他們的這個自民黨拿到2/3的席位的重要性，可以不顧參議院的否定。但是呢，在修憲這件事情上是特殊的。日本的憲法規定，如果修憲必須是參議院也必須認可，也就是說參議院在這件事情上是有否決權的。如果參議院不同意，這個修憲就不能過。而且呢，即使是參議院也通過了，還要進行全民的公投，必須達到半數以上認可。現在呢，半數以上認可，我認為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參議院的問題。因為現在參議院不是自民黨佔多數的，而且參議院的參議員他們是6年任期，也就是6年重新選一次。那下一次這個參議員的選舉呢，是在2028年。那我們現在只能等待2028年的時候，再重新選舉這個參議院的時候，希望自民黨到時候能夠達到2/3。如果達不到呢，起碼會接近2/3，那才有希望能夠讓這個修憲能夠實現。所以說我們需要做的呢，就是為日本禱告，為高市早苗和他的團隊禱告，希望他們這2-3年的時間能夠順利的執政，能夠把日本的經濟能夠提振起來，讓日本的經濟復甦。經過30-40年日本的沉悶的衰退的這個經濟能夠復興，這樣的話呢，對他們將來這個自民黨將來在參議院中拿到多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也求助保守這個高市早苗團隊能夠有勇氣在日本能夠做出一個好的榜樣，能夠堅定的抵制中共的滲透。我們也是希望弟兄姊妹為台灣禱告，尤其是我們在台灣這些基督徒們，我們要有清晰的認識，明白主的旨意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們不明白主的旨意，不明白哪一個政黨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們唯一的標準就看中共，看這個人這個黨他們對中共的態度就可以了。因為中共他就是撒旦的代言人，中共的一切的作為，它的来源就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就是來自撒旦的宗教，就是撒旦的代言人。我們可以看一看在这個世界上所有的共產主義的國家，現在他們的狀況，俄羅斯、古巴還有北朝鮮這些國家的狀況，都是獨裁，都是集權，都是迫害這些正義的人士，都是打壓基督教。這些呢，很明顯，共產主義就是撒旦教。而且呢，現在這個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侵蝕到了北美，美國。現在紐約的市長就是共產主義者。所以我們要看見這個屬世的這個征戰
背後就是屬靈的征戰。我們要清晰的認識，我們要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不要糊里糊涂的被这种所謂的民族的情結，被过去我们所受的这種教育的影響。我們要回到聖經，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像羅馬書的12章說的，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明白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不要做糊塗人，也不要做糊塗事。求神保守我們。